太晒了，这是一个结界，你知道吗？根本不敢跨过去，敢在阳光里站着的都是勇士啊！提拉米苏。Ave Maria, grazie al cielo e per mia famiglia.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米洛假期意大利。那作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啊，意大利以建筑和艺术闻名于世，有蒙娜丽莎呀、大卫像等等等等。但是我们来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，最近看了一个美剧叫《雷普利》，顺便也在这里安利一下大家，它是一个黑白的剧，它的取景地就在意大利的各个城市。当然这次时间很有限再加上能想象到中部和南部会很热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像罗马、庞贝、那不勒斯这些比较偏南的地方，我们把目的地锁定在了北边的多洛米蒂、威尼斯，还有特雷马，它也是《Call Me by Your Name》的拍摄地。但是没想到还是被热到了，我真的晒得我这边耳朵好痛啊！但是无论如何，意大利还是美的啦。先带大家看看意大利夏天的样子。You are the rain, you are the sky. Your yellow rays and burning fire. Your every song fills my mind. You're a temple full of holy wine. I'm gonna love you till the well runs dry. I'm gonna give you all I have inside. All my days for all of time. I'm gonna love you till the well runs dry. 我们其实一直都听说这些欧洲的国家上厕所要收钱，其实在瑞士我们没遇到。但是我们从德国自驾到意大利的时候，我们真的遇到了2次。我们现在来加油站上厕所，然后这个厕所它要收费。哦，它有个票。哦。怎么扫啊？它这个。哦，好了。我刚刚拍了我那个厕所里边，它有个按钮，它可以自动清洗马桶圈，那个马桶圈它自动转360度。你要不是收你钱呢？大家别说什么欧洲人素质高什么的，他们就花不起1欧的就在路上解决。我不敢看他，我们都替他尴尬。我们花了1欧，他不尴尬，我们尴尬。我刚刚上厕所，宝宝。那个厕所1欧，而且我又不是大号，我就觉得我好亏。今天我们上刀锋山，我自己拿 Pocky 我录了这一段。真的吗？就是昨天用完之后觉得好亏，8块钱上一个厕所，你不拉个粑粑不觉得亏吗？这是我的真实情感。咱俩真是一家子。然后所以我洗手就洗了2遍，把每个指缝跟指甲缝都洗得干干净净。来个咖啡厅。咖啡厅要等一下，等到上厕所的时候再去，先攒着。上一次厕所人民币8块多呢。你现在如果很急的话，火车站里面有厕所。我们到了意大利的第一站，就是威尼斯。在威尼斯见到了我们10多年感情的大学同学傅一丹。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。这是在录 vlog 是吗？对啊，嗨，现在要去逛了，要开始 city walk 了。这就是 Welcome to 威尼斯。看一下这个人有多少啊？堵船了。天哪，这人！世界各地都有这种骗人的局啊，搞笑。这是圣马可广场，其实还是蛮美的。好，3、2、1，走。没想到你们拍到这么随意，打破了我对 UP 主的滤镜。我以为你们要那个1分钟70、80个动作那种，就那种淘宝模特1、2、3、4。陆哥是因为看了雷普利那个剧，他就满怀期待，就像我满怀期待去瑞士一样，他满怀期待的到了意大利，热的要死，你知道吗？刚刚我已经虚脱了，刚刚我满背都是汗。太晒了，热爆皮都已经。好晒啊，我快热死了。先过来别晒，你不别晒吗？好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我们现在只要人一在阳光里就好晒好热，然后一进到阴凉处就好了。真的是我们都不敢出去，这是一个结界，你知道吗？根本不敢跨过去，敢在阳光里站着的都是勇士啊！
你现在就是苹果肌已经有点红了，是不是红了？对，这真的不是晒和热的问题，是痛。我现在胳膊和脸颊有点疼，晒的。阳光很晒的同时，你知道水面它是有反光的，对，就更热了。就更热了啊！这里是场外记者小福，下面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米老师、陆老师，两个人双双偷感很重。这里还有一个有偷感的，不知道是哪国人，太不容易了，有着20%的血槽，干着150的事儿。你们两个脸表情为什么那么皱巴？太累了。好怪，我第一次见到就是外国人还撑伞呢。你应该喊，你说你们不是要美黑吗？你们亚洲人都没有撑伞。西湖美景3月天内。在内来相会，无缘见面人未见。我们当时在逛的时候，就是咖啡厅喝个咖啡，真的歇1个小时，血糖满了，出去5分钟，血糖直接清空。充电1小时，走路5分钟。大学时候追他的人多。这能说吗？我啊，追我的，有人不能说的来。这能说吗？说，那肯定多啊。这个咖啡厅就是雷普利里边的那个咖啡厅了。雷普利那个场景，他是跟人在这儿坐着，整个的那个场子都是清空的。大家看到，现在外面稳稳当当全都是人，算了吧，还是保持敬畏吧。各种遮阳伞，也拍不出来同款。对。最搞笑的是那个咖啡厅没有空调，外边有个中国人，他们说里边凉快吗？然后他说，你看里边那仨一人一把扇子在那儿。真的。咱们在多洛米蒂那个民宿也没空调，咱们后面在威尼斯的那个也没空调。我快热死了，宝宝，你能扇一晚上啊？没有睡觉的山。我说呢，这么大还便宜，必有妖。然后菲诺港呢，随随便便一个民宿一晚上3、4千。然后我还看了一下，哎，这2000多，这好一点，风景也不错。然后我们就说定，结果我们到了那才知道。你干嘛翻白眼？嘴上说的累，腿还跑得挺快。我想减缓这个痛苦的过程。这真的很像重庆。这不如重庆人专业。不是兄弟们，你们看一眼。那在菲诺港的这个民宿不仅没有空调，而且要徒步攀爬20多分钟才能到达。我想死！一会儿你想，咱们要下楼出来吃饭还得爬。我们就吃泡面吧。2天酒店住着，来了干啥来了？吃泡面啊！而且这个房东特别精，他这个要攀爬的情况是在我不能取消掉以后的第1天，给我发了一个很长的信息告诉我的。你能取消的时候你不说，但是怎么说呢，风景还是很不错的，要不然就真的太亏了。另外，意大利这边的民宿都会单独收一个城市税，而且每个城市的价格还都不一样。 And more bed city tax €5 1 night, 2 night €10 city tax. Sorry, City tax. City what? City tax. I will show 1 minute. OK。tax, Yes, tax. 2 night €10. No, I will show. Two what? 2 night, 1 night €5. 290. Yeah, no. 2 night. 2 nights. 2 nights. 2 nights. Yes. OK. 威尼斯以前是一个王国，然后威尼斯王国的这个建立有很多种说法，然后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一些难民躲到了这个地方，因为这边都是沼泽地，没有人会在这儿建城。但是这边呢又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，很多人会在这儿做生意，有太多不同的种群文化在这儿碰撞了，然后他们就需要一些 body language 手势去解释自己在说什么。刚刚在聊到意大利人就是聊天的时候，他们喜欢做一个手势，这个什么意思？就说我去，说什么呢？这边就有个梗，就是说一般这种手铐不是扣这儿吗？然后意大利人的手铐是扣这儿，这样他们就不能动这个手势。这个面具要不要买一个给你宝宝？面具是威尼斯的传统。不是你们都叫宝宝的吗？我以为你会说宝贝儿。没有。宝贝儿。威尼斯以前就是相当于欧洲的 Vegas， 那这里边就有好多人去躲避赌债，所以他们就会戴面具，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嘉年华。你好像个导游啊。So this。你怎么不知道？导游，我不知道，小福导游，我不行。哇，还有狮子。
看看，哎呀，好傻呀，就是这个，傻死了。这个是不是好一点？跟你今天这身搭一点。哦，这个比较好看哎。这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可能在路上会被一直合影。那我们就收费呀，赚回来呀，哎是吧？哎，这个多少钱？有道理，40。合影5块钱一张。他说太贵了。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叫什么奖？金狮奖。这个金狮呢，就是为了纪念圣马可的。曾经小的时候是他跟他爸妈在一起，然后遇到了一公一母2个狮子，就要吃了他们。然后他当时就在心里想，上帝救救我吧。然后那2个狮子一公一母，咯就死了。然后从此以后，威尼斯人为了纪念他，有圣马可广场啊，包括这边的威尼斯电影节的金奖也叫金狮奖。我们现在去吃一家很好吃的冰淇淋。然后其实我们最期待的还是我们提前订的那个贡多拉的船。是回了。他回去了，应该是。真假的？我们在网上预定的冈多拉，10分钟都不到，它就已经开始往回开掉头了，往外走了可能不到500米。他说5点半结束啊？前后可能不到15分钟。我们这边是30分钟的包船，我也懒得跟他吵架了。我觉得莎士比亚是有道理的。坑死了。哇，大无语事件。哎，气死了。意大利人都这样吗？那肯定不啊，就威尼斯人这样？可能碰巧这边游客多吧。我们包一条船的话，大概是888人民币吧，800。他好怪，他提前订113欧，但你再去现场跟他说90，这个比线下还贵，这好怪，一般都是线上订更便宜。如果你是了解这边的一个情况，或者说应该怎么样才能体验到最好的，你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。但我们今天体验下来，告诉大家就是啊，能别做就别做，真的挺坑的。就是威尼斯，他们对于整个的城里面是非常保护主义的，船夫都是他们本地人，没有外部的竞争进来。威尼斯又是一个绝对流量城市，那他们狂得很。说实话，你爱来不来，我不差你这一个游客。有一说一了，就确实有这样的问题，但还是美。来过。好吧，总结就是，哎，不要7、8月份来威尼斯，人又多又热。我当时陆哥知道我只给了威尼斯1天，他觉得啊1天怎么够啊？后来刚在那半天，陆哥就说。绰绰有余。当时对威尼斯还是有滤镜的嘛，那是威尼斯啊，到哪儿都是小威尼斯，哪儿都是小威尼斯，对不对？都变成一个形容词了。阿里嘎多！我现在是最富裕的人，我在意大利居然有辣条，屌不屌？以后看 UP 主的视频一定要1键3连，太累了。提拉米苏，现在没有你们怎么活呀？前几天太热闹了，人山人海，所以最后一天我们想去一个比较小众、宁静、美丽的一个地方——克雷马小镇。然后最主要的是那边是《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》的拍摄地，在这就可以起音乐了，舒服家那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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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有个好想法。这是啥？游客中心。哦，这就是他们2个当时骑的车，看。Hi. Hey. Do you like the movie? Yeah, so that's why we're here. Okay, so I have a ticket for you. Oh, it's for free? Yeah, sure. Thank you. 这是男一男二，就是这儿。 What does one do around here? Wait for the summer to end. 他们照片是白椅子，我们没有。坐了2个小时火车，特地为了过来看一眼。陆老师就是一定要来这个地方。你喜欢男人啊？我喜欢你。我是男人。我们到了这个租车的地儿。 Two bicycle. I have no bikes available for today. No bicycle. 这个小镇所有的景点全部都是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一些打卡地，但这些打卡地中间没有任何的公共交通工具，所以唯一的交通方式是自行车。这个小镇一共有2个租自行车的地方，1辆自行车都没有。
Ciao, ciao, ciao. He doesn't have any more bikes either. 欧洲会惩罚每一个不预约的屁人。好吧，啥也拍不着，啥也体验没有。我记得我挫败感很强，这个地方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被困在的一个地方。This is my spot. 小水塘是不在克雷马小水塘的别的另外一个小镇旁边，骑车都要半个小时。所以当时就说打 Uber 吧，打了好久，根本打不到。有人接吗？没有。哎呀，被抛弃了。我这么多年旅拍，这是我最有挫败感的一回，也赖不着天气。所有的想拍的东西都没拍到。我当时就说，那我们还是坐火车到了那个小水塘旁边的一个小镇，然后再走过去。走过去之后，走了得半个小时，我觉得。热了哦，那一路天呐！太阳一整个就是巨晒，我已经无所畏惧了。我们已经走了将近20分钟了，这边是玉米地吧？我真的晒得我这边耳朵好痛啊，有种灼烧感。Come on. 天哪，我汗流浃背。但那个泉水是从这地上涌出来的。Oh my god, it's freezing. Whoa, it's freezing. 哇，好凉，好凉快。这个水太凉了吧！老公，我怕我宫寒。冰冷的水。其实我对那个地方，它没有让我觉得很好，也没有让我觉得有点失望。但是我把鞋子脱了，脚放进去那一刻，那个炎热的感觉，那个烦躁的感觉会突然好很多。很清凉，很爽，然后有阴凉，还是给这段炎热的意大利之旅画上了一个最凉清凉的句号。那都不是清凉了，冰凉的句号。这是我们20多天行程的最后一天，最后一点太阳了。我要回北京了，我要回 China。我要点我们家楼下的牛蛙，我要点那个土豪华腿套餐。对，我真的，我现在想起明天要回家，我好开心，我真的好开心。我这一次旅行去的这几个国家里面，我当时预期最高的就是瑞士，但是这个地方让我是失望的。我做的攻略在意大利，所以我失落。他 chill， 因为他过去其实是见闺蜜的。我来到你的城市，你却不管我饭吃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去旅行嘛，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预期，不要完全相信那些拍得很美的博主，也不要完全相信那些只骂的博主。对对，我觉得因为任何一个地方它都是多面的。我觉得我们环游世界也是一个祛魅的过程，最后其实真正玩的还是你自己的心态。就是从小到大，其实也有太多的文学、电影作品，让我们对这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滤镜，甚至是从小听的歌词里面，布拉格广场、以父之名、米兰的小铁匠、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，结果我们到巴黎塞纳河畔也是臭的。我觉得炮战兄弟在一期节目里边说的特好，他说我们其实需要学会去平视这个世界，因为视角往往会比滤镜制造出更多的误差。我看到的时候，我觉得太对了，因为这一路我们都是如此，所以我觉得经历这么多，我不是说就推荐大家就告诉大家不要去见这个世界了，其实世界很大，人生很长，怎么都要去逛逛嘛，对吧？但逐渐学会着用平视的眼光去见，我们还是需要去休息的，这样才不会失望，对不对？这一点上，00后长大的这代人一定会比我们80后的这代人做得更好。